今天是周五，我从设计公司下班了之后，又跑到花园来再录制一期，想要分享一下周三跟 Eric 学的开花木本植物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。第一棵呢，跟你们介绍一下跟费城很有渊源的一个植物，因为它的 genus name 就叫做 Philadelphus， 也就是费城这个城市的英文名的同样一个拉丁元。我从3月开始工作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到这个植物，因为它的叶子是这种很亮的黄绿色，刚好放在这些深绿色的常绿大树的前面，我觉得很吸睛。然后再配上现在艳红色的郁金香啊，就觉得很抓眼球，很春天。Philadelphus 的中文俗名应该是叫山梅花，而我第一次见到它呢，其实是在宾大校园里，不是这个颜色这个品种，但是呢，当时正是夏天，就是这些花苞开花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味道非常的香甜，简直棒极了。这也就很好记，它的英文俗名叫做 Mock Orange， 它的花的味道就很像是橙花的味道。这一块呢就叫做 Long Border。如果你到花园来停完车，要走去售票处的话，在那里就会经过这一段。看这些常绿树有它们自己非常特别的姿态和树形，然后低一点的空间就被这些亮红色的郁金香点亮了。接下来呢，分享2个玉兰或者是木兰的品种。这棵可能是我见到过的比较小的灌木型的木兰了，它叫做 Magnolia Sambodii， 它的中文俗名是叫做天女木兰，是蛮符合它的气质的名字。是不是像一颗小珍珠或者小球一样小小的，支个脑袋出来，还蛮可爱的，期待它开花的时候。第2棵玉兰呢，是它的小孩，在那里 Magnolia Weisseneri Ashield Calaberg， 这一棵呢就是刚刚那 Sambodii 和来自于日本的 Magnolia obovata 的一个杂交。Magnolia obovata 呢是有点像美国本土的 Macrophylla Magnolia， 就是大叶木兰的那种样子，叶子跟花都超级大，然后是一棵非常大的树。Creek Garden 那边貌似有好几棵。Eric 就在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就获得了他的父母两边不同的一些特征，比如说花的垂直性跟叶子的大小就遗传了它的 obovata 这个父母方，整个的树冠的尺寸跟大小呢，可能就遗传了 Sambodii， 是一个偏中型的木兰树。木兰下面的这一棵长满白花的灌木 Deutia gracilis， 它竟然有一个很特别的中文俗名，叫做阿里山邹书，好难为我讲平翘舌啊！这个开花量真的是非常的惊人了，它有被培育出的很多很娇小的品种，我待会儿带你们去停车场去看一看。看它的花的结构呢，是被形容像鱼骨型，它都是一根细细的枝干枝出来之后，这些小花都是这样竖直的朝上长。它在开花之前，这些小花苞就像小珍珠一样挂在它的枝头上，就已经很漂亮了。就看你喜不喜欢这种长相了，我是觉得稍微有一点长得太张扬了，看你喜欢要把你的花园弄成什么样子的感觉吧。然后我摘了一些去做插花呢，就是发现因为它的这种鱼骨性的长相，结果很难在插花作品里面插进去，因为它的主干是朝下，然后它的花呢又朝上，搞得我有点头痛。我觉得肯定有一种方法可以把它插得很好看，只是我还没有找到。夕阳打进来，现在的这个 Tennis Court Garden 前网球场花园哦，简直美爆了啊！看这些颜色，太美了。OK， 跟你们讲一下我眼前的这一棵接骨木 Sambucus rosimosa lemony lace， 也是这种很漂亮的亮黄绿色。注意看它的小花花，是有一点金字塔状的。然后带你们去看另外一棵跟它特别不一样的接骨木。靠近入口的这个野餐区的旁边呢，也是在网球花园的上坡处，还有这2棵黑色的接骨木 Sambucus nigra Black Lace， 非常有道理的名字的，因为它们的花跟叶子都是黑色的。你们小时候玩模拟人生吗？我都记得里面有一个专门的饮料，就叫做接骨木水还是什么之类的。Eric 也提到了他们的果子拿去做果酱做 syrup， 真的就是超甜美，搞得我很 tempting。黑接骨木它的花其实比较趋向于一个平面，而不是像刚才的金字塔。而 Eric 也有提到接骨木的灌木呢，就是比较喜欢经常被砍，所以它稍微长老一点之后呢，把它的老木给它砍掉，重新的焕发年轻的生机 rejuvenate 对他们是一件好事来的。
站在这个经典的 Tennis Court Garden 的入口，在我的左右手边分别都有2坨夏腊梅。这一颗呢是一颗杂交，它的名字叫做 Calycanthus Rastoniae cultivar， 是 Heart Late Wine。而这边这颗呢是美国本土的品种 Calycanthus floridus， 所以可以很容易看到美国本土的这个品种呢就是比较矮小，但它的花是这种酒红色的，而这个杂交品种呢就显然遗传了美国本土品种的花的颜色，但是它的灌木大小呢其实遗传了它来自于中国的另外一方父母 Calycanthus chinensis， 所以它来自中国的父母呢就有它一样比较高大的身材，但是它的花却是白色的，而且也没有这么的丰富。趁着太阳下山，赶快跑到 Minder Woods 来给你们拍，这个就是 Calycanthus chinensis， 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大哈。那个黑黑的就是它去年冬天留下的小果子，你可以看到这些花苞也开始出来了。跟美国的本土品种和刚才的杂交品种来比，花量是比较小的。另外一个夏腊梅的品种，这次刚认识的是全酒红色吧 ，Calycanthus floridus variety paparias。其实就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一颗木兰的下面，这个颜色是不是很绝？所以它的叶子就比较小。然后 Eric 说，这个品种呢就比较适应我们费城这种潮湿而炎热的夏天。走到停车场了，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小只的迷你型的 Deutzia。中文名叫做搜书。这就是入口开进来的这一条车路，两边的边缘地被都是这个 Deutzia。哇，你看这些珍珠般的小花也是绝了，感觉肯定有某种女生的首饰是取自于这个灵感。它也是这种很明显的鱼骨型的这种结构，然后一株一株的呢就是那种圆球状，很饱满的一个形状。好啦，一不小心就拍了超级久，然后刚好也遇到了一些同事，他们也是在下班之后在逛花园，所以也跟他们聊了一下天。花园已经开始开放 Late Fridays， 一直到秋天，好像是10月底吧。花园的周五都会一直开放到晚上8点，所以有很多人进来野餐啊。到夏天之后，日落会越来越晚。本地的小伙伴们有空就赶快来玩吧，花园真的是每周都是一个新的样子，太漂亮了。那今天就是这样啦，我们下次见。